Hello，大家好吗？在影片进入正题之前呢，我想要跟大家更新一下。记得上个影片我说过，如果我想到怎么去整理这个抽屉的时候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。所以这个就是它现在的样子咯。其实呢，在去年开始，我经历了一段很长的瓶颈期。有很长一段时间呢，完全没办法创作，然后也和失眠抗战了好一段时间。我一直在寻找着不同的方式来脱离这个状态，直到有一天我静下来画我的手账的时候呢，我突然间意识到了，握着真正的笔在纸上作画的时候，可以让我完全的平静下来，然后整个过程呢，也好像无意识的在疗愈着我自己。这个应该就是我为什么会打算回归手绘，然后也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影片的最大契机吧。自从开始从事插画事业呢，我几乎都是只有用电绘，然后只有一些普通的笔啊和麦克笔啊来画我的手账而已。那决定回归手绘的时候呢，我有做了一些功课，并列下了一些我有兴趣再次尝试的一些颜料啊，还有画具。我们接下来就简单来分享一下我到底买了什么吧。其实 Color Pencil 在我的 wish list 里面已经很久很久了，我一直想尝试使用它们来画我的手账，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入手的颜料。我拿到手了之后呢，我就把它们全部依据颜色分类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对我来说这样选颜色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大家知道其实颜色笔有分几种材质的吗？这款是属于蜡性的，它和我们小时候使用的一些油性彩色笔不太一样，它的笔芯比较柔软，对我来说有点像铅笔式的蜡笔，而且它消耗量非常大，通常一削尖之后呢，很快就会被磨平掉了，但是它拿来和其他颜料互相重叠使用的效果还不错。我之后也有入手一些油性材质的颜色笔，我觉得比较适合拿来画线条或者是细节，也可以维持在尖锐的状态比较久一点。我发现这些颜色笔画在不同材质的纸上呢，也会有不同的效果。那我自己就蛮喜欢画在 Moleskine 书上面的效果，它的纸的质地呢比较滑，所以涂上去很均匀，很好看。这款虽然也是蜡性颜色笔，但是它的材质和上一款不太一样，它涂起来的感觉会比较粉一点。那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呢，就是它全部颜色都是我最喜欢的大地色系。我之后还会上传一个影片试色给大家看哦。这个颜料它比较特别，它算是 gouache 和 acrylic 的结合体吧。它涂起来的质地呢很像水粉，然后完全干燥了之后呢，就会像 acrylic 一样防水，所以呢，它可以使用在很多除了纸张以外的材质上面。这一款是这位画家以后白合作推出的联名款，里面的全部颜色呢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颜色，既有他的风格，可以调出来的颜色可能性也很高。我之前呢有在他的部落格读过关于这个合作企划的整个过程，我觉得非常有趣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到他的网站看看哦。
这款水粉很特别，它不是常见的那种管状的，而是一小一小罐的。因为它长相很可爱，然后价钱也很便宜，所以当时我想入手水粉的时候呢，我就选择了它。那我以前在学院时期的时候呢，也有在课程里面尝试过使用 Gouache，可是因为种种原因，我没办法完全的去摸索它，所以我就想要再尝试看看。我也是最近才知道，其实水彩呢，它还有分成日式和西式的。那你们看到的这一个呢，是日本的岩彩。它们基本上最大的不同呢，就是在于它制作颜料的时候，添加的混合物有一些不一样，但其实它使用起来的感觉是很类似的。还有一个它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的一块的分量呢，就比西式的 full pan 大很多。我之后也会有影片试色给大家看哦。介绍完了颜料的部分，我们进入到了笔刷的环节。那这一些笔呢，是我一开始入手的，所以我大概分享一下。第一支是平头圆刷，这一支笔呢，通常适合在画水粉或不透明水彩的时候使用。它可以很方便的铺色块，混色的时候也很自然。接下来这个是传统式的毛笔，我以前有买过类似的，很适合拿来画细节或者是线条，但是这一款的毛的材质太软了，我个人觉得画起来的感觉不是很好。之后我在淘宝一家专门制作毛笔的店家买了这一支叫如一的笔。如名所见，每一笔都可以维持如一，它的柔软适中，笔压下去拿起来之后马上就恢复它原本的形状，是我理想中可以很好画细节的笔。会买这支笔呢，是因为我想要一支可以大面积铺色用的。那它的吸水性很好，我只需要沾一次就可以渲染整张纸了。而且刷上去的颜色也很均匀。这套笔是尼龙毛制作的，有3支是不同大小的圆头刷，分别是0号、2号和6号。它们呢适合用于不同的颜料，它最大的特性就在于它的毛的质地是比较有弹性的，但是它的吸水性就比较弱一点。我觉得呢，其实0号和2号的笔画出来的效果很类似。如果需要买的话呢，我建议只要买0号就好了。除了画笔以外呢，最不能少的就是一些洗笔用的瓶瓶罐罐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调色盘啦。吃完了的果酱玻璃罐洗一洗，其实就可以拿来洗笔用了，环保又很好看。我之前在逛二手店的时候呢，无意间发现了这2个可爱的碗，它们的边边形状呢，刚好可以这样放洗好的笔，大的笔也可以很容易的清洗，所以我就马上把它们带回家啦。各种颜料都有适合自己的调色盘，像这种凹陷比较有深度的格子呢，拿来调水彩很好用。那这一种比较扁平的类型呢，就可以使用于水粉或者是浓稠型的颜料。
这一套调色盘呢，它的设计有着不规则的边边所以你可以拿来放笔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会想要买它的原因。还有一种是像这样一层一层的传统式调色盘，可以叠起来收纳，所以很省空间。如果要大量调色的时候呢，也很方便。陶瓷材质的调色盘呢，因为不会染色，所以清洗的过程也很轻松哦。那么最后呢，就到了我最喜欢的纸的环节啦。这本书是专门为 Mix Media 而设计的，它是180 cotton 制成的纸，稍微有厚度，但也不像水彩纸那么厚。摸起来呢，有一点点的触感，不是平滑的那种。我尝试过在上面画水彩，也用过颜色笔。它比普通的 hot press 水彩纸呢更粗糙一点，渲染起来的效果很好看，也可以画细节。它最不可思议的呢是它的纸虽然没有很厚哦，但是它使用后，并没有皱得很厉害。我个人非常喜欢，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哦。除此之外呢，在决定要不要买一本水彩纸之前呢，我会像现在这样先买少量的试装版，先试涂看看。如果真的喜欢的话呢，会再去买，比较不会浪费。之前在我 follow 的一个画家那里呢，看到他喜欢用这本 Mix Media 的纸，它的厚度其实很厚，表面的质地也属于微粗糙的那种。我有尝试拿来画水彩，但是它会有很夸张的水印和纹路，只能说见仁见智啦。有些人觉得很喜欢，有些人非常讨厌。最后呢，是这本我经常拿来练习的宝红水彩纸，它也是180 cotton 制作而成的水彩纸。在我这里购买的价位呢很便宜，它的纸的质地和品质呢也不输其他高人气的品牌。那如果你想要找一款价钱偏低、品质又好的水彩纸的话呢，非常推荐你试试看哦。这一次呢，我因为想突破自己的一些局限，所以选择了用 voice over 的方式来制作这个影片呢。那希望可以除了上字幕以外呢，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更贴近的去与大家交流。那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啦。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 voice over 影片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喽。